宁思琪指责着，你们姐弟俩是将我当成乞丐来打发。宁云初不看他了，继续修剪花枝，态度依旧淡淡冷冷的。你好手好脚的，自己找份工作还养不活自己。我有钱，但不会给你。宁云初，宁家的家产有我一份的，你和宁天磊别想独吞。宁思琪生气地嚷嚷着，有你这样当姐姐的吗？都要过年了，也不给我一点钱过年。现在大家都要放假准备过年，我还去找什么工作？就算去找了工作，过年时也领不到工资过年，我没钱过年，得饿死，赶紧的给我一笔钱。我要交房租、加油、买年货，买几身新衣服好过年。宁云初依旧不看他，淡冷的道：天磊得到了你爸妈给他的大笔家产，身价不菲了，但是学校放寒假后，他主动提出去打寒假工，赚点零花钱花花。你还不如天磊呢，天磊还是个学生，你都不读书好几年了。宁思琪说道，那是天磊过不了好日子。傻瓜，放着少爷的日子不过，跑去打什么寒假工？宁氏企业本来就是我和他的，他毕业后可以直接当总裁。宁氏企业还真不是你的，属于你爸妈的家产，他们都给了宁天磊，你有意见就去找你爸妈闹去。我继承的是我爸留给我的，与你无关，你少来吵闹再闹，我分分钟能让人把你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去。我不管你，反正不给我钱，我就不走了。宁思琪说完，走进里面去，拖了一张凳子过来，然后一屁股坐下。要是细心点，能看到宁思琪坐下后，腿有点抖，手心里都是汗。这个宁思琪不是真正的宁思琪，而是龙先生听了宁思琪的建议，找了一个身高、面容和声音都和宁思琪高度相似的替身，略一打扮后让宁思琪过目。宁思琪都怀疑是自己的孪生姐妹呢。她说太像了，也不知道龙先生去哪里找来的替身，太像了。要不是见证了父母恩爱的婚姻，宁思琪都要怀疑父亲或者母亲在外面还有个私生女呢。今天这个假的宁思琪正式代替宁思琪，负责找宁云初的麻烦，然后真正的宁思琪则以龙太太的身份偶尔出现在宁云初的面前，还要挑一下假的宁思琪也在场的时候，让宁云初同时看到龙太太和宁思琪，就会打消怀疑了，相信两个人不是同一个人，那样海童才会卸下对龙太太的防备之心，能够拉近与海童的距离，成为朋友。戴着最精致的人皮面具的宁思琪，展现在人前的面容和宁思琪又不一样，不过是他说话的声音无法改变，身形也像，才会让海童还有宁云初怀疑龙太太就是宁思琪，怀疑宁思琪背后有人操纵着一切。目的是什么？海童他们暂时还猜不到。腿长在你身上，你想走就走，不想走就坐在这里当坐雕了。麻烦你摆好一点姿势，都没有一点大家小姐的气质，说你是宁家二小姐都没有人相信，像个太妹似的，穿着龙袍都不像太子。她被看穿了吗？宁二小姐将她的习惯，见到宁云初会说什么话，都告诉了她，她也表演过。宁二小姐说她演得很像，简直就是本尊亲临。宁大小姐怎么说她没有气质，像个太妹？她哪一点表演得不好，露出了破绽？我怎么就没有大家小姐的气质了？你个瞎子就有了。宁云初，你就算重见光明了，在我眼里，你还是那个瞎子，瞎子，瞎子。我现在像个太妹似的，不都是被你和宁天磊逼的？你们俩独占了宁家的家产，一点都不分给我。宁天磊说一个月给我1-2万块钱的，你叫他只给我3000块。我前段时间做了个小手术，天磊也才给我加到5000块钱一个月，这点钱能顶什么用？吃2顿饭就没有了。宁云初还是那句话，你有手有脚，没病没痛的，
可以自己找工作养活自己，其他事儿干不了。可以像你的2个姑姑那样，为了赚钱去干清洁工。清洁工也不是不可以的，工作不分贵贱吗？一个月好歹有几千块钱。没钱了，就不要再像以前那样，花钱如流水，大手大脚的。你以为你爸妈不将家产交给你是什么原因？一是他们更在乎儿子，在他们的心里，儿子才是接班人，女儿嘛，去继承婆家的家产呗，别打娘家家产的主意了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没用，给你再多钱，你都守不住。你爸妈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家产，岂能让你全都遭拽完？宁云初修剪好枝丫了，将剪刀放回原处，然后洗了把手，走回到收银台前坐下。我渴了，瞎子，你给我倒杯水来。有水，想喝自己倒，想让我倒水给你喝，你就别喝了。宁云初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准备等着店员回来后他就离开的。有你这样待客的吗？我再怎么样都是你的客人，来者是客，不知道吗？何况我还是你的亲妹妹，你再不愿意承认，我都是你的亲妹妹，跟你一个妈生的。宁云初再次看着宁思琪，你滚不滚？不滚的话，我叫保镖把你轰出去。这个西北货以为他好蒙骗吗？他还没有重见光明时，宁思琪想骗他都难，现在他都能看见了，还弄个西北货来骗他。不过这个西北货还真的很像宁思琪，简直就是一个印子印出来的。但宁思琪不会说亲姐妹这些话，还有这个宁思琪说法了，一直以来都是宁思琪不愿承认和宁云初是亲姐妹，从来不将云初当成姐姐看待。她以前是欺负宁云初，把宁云初当成出气筒的，心情不好时就以欺负宁云初为乐。宁思琪肯定是龙太太，她知道海童等人怀疑她了，就弄个西北货来骗他们。宁云初看破蛋不说破，装着不知情的样子。他倒要看看宁思琪背后的操纵者想做什么。我就不滚，你叫他们把我轰出去试试，我保证在你花店门口嚎上一天，让你宁云初颜面扫地。我反正已经没有什么名声可言了，但你可不一样，你可是战家的二少奶奶，我就不怕你不要名声。就算你真不要名声，你婆家不要名声吗？哪怕你婆家都护着你，别人依旧会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说你配不上战家的二少爷。要不是你，本来嫁给战二少爷的人应该是我的，都是你抢走属于我的幸福。宁云初呵呵地笑了2声，你有本事现在就抢回你认为是你的幸福呀，没有这个本事就少在我面前嚷嚷。本来我还是宁家大小姐呢，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？本来宁家很多家产都是我的，不也被你父母抢走？当初不过是你母女俩一厢情愿地肖想着一晨，实际上一晨连你长什么样都没有印象，他能记住你的样子还多亏了我，是我嫁给他了，他才知道有你这个人。你母女俩也是胃口大，就你这样的货色都敢肖想战家的二少爷。宁云初讽刺人的时候那也是毫不留情的。宁思琪本来就是个性子冲动脾气不好的任性姑娘，打小被父母宠坏了，宠得不知天高地厚，还是栽在海童那里进去管教了一段时间，出来后性子有所收敛，那是在别人面前有所收敛，在宁云初面前她依旧是那个嚣张的宁思琪。被宁云初这样一讽刺，宁思琪几乎是跳起来的，她跳到宁云初面前，扬手就想一巴掌，却被一只大手攫住了他的手腕。那是战家的保镖跟在宁云初身边的。宁思琪定了定神，看清楚攫住自己手腕的人是个俊冷的男人，那男人1.8米的个子吧，看上去27、28岁的年纪，五官很普通，但眼神锐利冰冷，手上力道很大。他被他攫住手腕，觉得手腕生痛，
被他冷冷地瞪着。宁思琪心里发虚，还要强装镇定，怒道：放开我！这个男人刚才站在哪里？他没有留意到，他就举手之间，他竟然就闪到了宁云初的身边，这速度好猛呀！保镖不动，依旧紧紧地攫住宁思琪的手腕，冷冷地瞪着他。宁云初，让他放开我！立即，马上的！宁思琪见保镖不听他的，又向宁云初嚷嚷着。宁云初上前翻看了一下他的手掌手背，又拉过他另一只手，仔细地看他的手心手背。你干嘛？宁思琪抽回了另一只手。还想打我吗？宁云初捏住了他的下巴，他抬手想拍开宁云初的手，宁云初却松开了捏住他下巴的手。还想打我的话，我就让保镖把你2只手都剁下来喂狗。你敢？你可以试试我敢不敢？宁思琪气恨不已，心里也有点慌，不知道宁云初刚刚查看他的手心手背做什么，还捏了他下巴，是怀疑他戴着人皮面具吗？得亏他没有戴着人皮面具，他是跟真的宁思琪长得特别像孪生姐妹一样，不过还是有不同点的。他不像真正的宁思琪那般养尊处优，皮肤没有宁思琪保养得好。难道宁云初怀疑了，所以才会捏他的下巴，查看他的手心手背？还是真正的宁思琪手心手背有什么特点？他被安排来给宁思琪当替身的时间太短，倒是没有留意到真正的宁思琪手上有什么特点。让他放开我，他抓得我的手好痛。我不打你便是。宁思琪怂了。宁云初身边有这么厉害的保镖跟着，他敢动宁云初一根头发，他的双手怕是真的保不住。宁云初坐回了收银台里面，示意保镖放开了他。保镖松开了手，人没有出去，而是站在不远处防备地看着宁思琪。宁思琪用另一只手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手腕，被攫住的那边手腕已经泛红，可见站家的保镖用力多大。这个时候，2辆车驶到了春暖花开店门口停下来，一辆是豪车，还有一辆应该是保镖车。后面那辆保镖车上的人快速地下车，几步就走到了前面那辆豪车，替车后座的人拉开了车门。宁云初往外看，恰好看到龙太太从那辆豪车上面下来，他在心里冷笑，还真如他猜测一样，宁思琪来了，龙太太就会跟着出现，好让他相信龙太太和宁思琪其实是2个人，只不过是声音和身形相似而已，打消他怀疑的念头。只要他不再怀疑宁思琪和龙太太是同一个人，海童也就不会怀疑，因为最熟悉宁思琪的人是他。宁思琪背后之人目的是海童，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操纵着宁思琪，让这个任性的傻瓜竟然乖乖的听话。以龙太太的身份出现时，宁思琪面对他和海童都能够做到心平气和，甚至是热情大方，一点怨恨及不满都没有。被训练得不错呀。宁思琪从里面出来的时间并不长，也就1-2个月的时间，他就被训练得这么好，可见他背后的操纵者是个厉害的，也是战印都还查不到背后的操纵者，确实是厉害。再厉害，总有一天他们能把那个幕后之人揪出来的。龙太太带着2名保镖进来，宁云初留意到龙太太每次出现都是带着这2名保镖，除了这2名保镖，连他的专车司机都看不到正面，有时候还没有专车司机，是保镖代替司机。他没有去过龙太太现在住的地方，不知道是错觉还是事实如此。宁云初怀疑那2名保镖不是保护龙太太的，而是监视龙太太的。毕竟这个龙太太并非真正的龙太太，而是真正的宁思琪，就是不知道宁思琪什么把柄落在人家的手里，让他这么听话。宁云初对于这件事是越来越感兴趣了，一定要将这件事破解得清清楚楚的才行。2少奶奶，
龙太太进来看到宁云初，笑着问好。她还扫了宁思琪一眼，视线便回到宁云初的身上。今天吹什么风，居然将龙太太给我吹了过来。宁云初边说着边起身，脸上带出了笑意。早就听说二少奶奶开着一家很大的花店，店里的花都很漂亮，早想过来看看的了，一直没有时间。现在我家小姑子放寒假了，不需要我天天接送她上幼儿园，有了点空闲时间，我就出来逛逛。想起了明天就是我婆婆的生日，我给我婆婆准备好了礼物，还差一束花。想起二少奶奶是开花店的，就过来看看。龙太太演戏演得入木三分，宁云初也不戳破她。在没有撕下龙太太的面具之前，她都不能说龙太太就是宁思琪。龙太太真有孝心，你想买多大束的花束，我帮你配备，保证能让你婆婆满意。我是当儿媳妇的，送一束中规中矩的，适合送给婆婆妈的就行了。大束的花还是留给我公公送吧，我不好抢了我公公的风头。宁云初笑着，也是。明天才要吗？明天几点钟要？明天上午10点左右吧，我过来拿。龙太太答道，我订好的礼物都是明天才取的，我取到其他礼物后，拐道来这里拿了花束，就顺路回家，方便点。好，我会提前准备好的，龙太太来了便可以拿。喂，你还真敢在她这里买花呀？她这里的花都是去垃圾桶里翻找回来的，一点都不新鲜，要么就是去墓园里捡别人拜祭先人的花束。宁思琪故意大声嚷嚷，两个人都看向他。龙太太问着宁云初，二少奶奶，这个人是谁啊？带不带脑子出门的？垃圾桶里翻找回来的花束能有那么新鲜？当顾客是傻的，不戴眼镜看。墓园里一天能有多少束花可以捡的？而且墓园里看到的花束大多是菊花，看看二少奶奶这里的花枝都是娇鲜欲滴，瞧着就知道是刚剪下来不久的。菊花是有，但不多。要是清明节，二少奶奶店里的菊花都不够卖的。宁云初说道，她是我义父妹妹，过来跟我要钱去潇洒，我不给她，她就在这里搞破坏，不想让我做生意。她这个人出门时是不爱带脑子，傻的可以经常被人卖了，还在帮别人数钱，又被我妈和继父宠坏了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任性的很。以后呀，也不知道谁能把她管得死死的，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后面那句话带着其他意思，不过两个宁思琪都没有听出来。假的是对真正的宁思琪了解不多，真正的宁思琪智商就那样，他要是足够聪明，也不会沦落到被龙先生包养，利用吃得死死的了。龙太太，我花店里的花都是每天清晨就从各大供应商那里运回来的，都是从园子里新鲜采摘的，不存在去垃圾桶里捡拾，更不可能跑去墓园捡别人的花束。宁云初还是解释并保证了一下。龙太太笑着，我自然是相信二少奶奶的。垃圾桶里能有多少花捡拾？也就是情人节那天能看到，平时是看不到的。二少奶奶的妹妹多大了？我瞧着也就20出头，也没有残，好手好脚的，不会自己挣钱吗？还要跑来问姐姐要钱花。龙太太说道，我听说过二少奶奶以前的事，你那个妹妹不是总欺负你的吗？她脸皮可真是厚着，以前那样对待二少奶奶你，现在还好意思跑来问你要钱，真是不要脸。宁云初看着宁思琪，宁思琪一开始没有反应，龙太太说的人又不是她。在宁云初看向她时，她反应过来，她现在就是宁思琪呢，当即就嚷嚷着是她抢走了我家的家产，又冻结了我的银行卡，让我无法领到每个月的零花钱，我弟弟给我的生活费，他都让我弟弟减少了70%给我。我现在没有钱花，就是他害的。我不找他要钱，找谁要去？
我干嘛要找工作？我是您家的二小姐，我爸妈给我留了几个亿的家产，我一辈子花也花不完，还工作做什么？去找工作，一个月能拿多少钱？都没有我以前一个月的零花钱多。宁思琪以前一个月的零花钱是30万，需要买大件东西，例如豪车，只需要在他父母面前撒撒娇，他父母就会买了送给他，根本花不到他自己的钱。名牌护肤品、化妆品、名牌服装以及名包等等，大多数时候也是其母买了送给他的。他30万一个月的零花钱，就是给他吃吃喝喝的。要是出去旅游，父母还会再给他一笔钱。小日子的确是过得舒服，潇潇洒洒。从他出生开始就过着优渥的生活，让他去找工作，是难为他了。他也适应不了打工的日子。龙太太扑哧的笑，笑道：“宁二小姐，我虽然来管城定居的时间不算长，但对你们宁家的事还是知道些许的。你爸妈霸占了战二少奶奶应得的家产，就连你们以前住的那栋大别墅，都是你叔留给二少奶奶的。你父母无耻霸占孤女的家产，你也无耻把人家的家产说成自己家的。你以为你还是宁家二小姐吗？你们一家子的下场，人家都说了是咎由自取。”龙太太说完后，又对宁云初说道：“二少奶奶，你就是好脾气，这种人还留在这里嚷嚷。换成是我呀，早就让人把他的嘴巴封住，然后插出去了，简直就是无耻不要脸。”宁思琪气得一张脸涨得通红，指着龙太太骂：“你哪里来的？有什么资格骂我？你才无耻，你才不要脸！”龙太太当即脸色一沉，冷声说道：“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骂过我，去，把他的嘴巴给我封住，插出去。”他的2名保镖还真的行动起来，一个保镖就在云初的店里找到胶布，一个保镖当着宁云初的面抓住了宁思琪，轻轻松松地制服他，然后让另一名保镖用胶布将宁思琪的嘴巴封起来。宁云初就看着不出声，假的宁思琪不停地挣扎，想骂人骂不出来了。真的宁思琪留意着宁云初的反应，心里抱怨该死的瞎子都这样了，也不出声，好歹2人也是亲姐妹啊，看到妹妹被那样对待，死瞎子居然无动于衷，太狠了。龙太太在假的宁思琪就要被扔出去的时候，宁云初总算开口了。他看了被龙家保镖钳制住，挣扎不脱，喊叫不出来的西贝货，对龙太太说道：“龙太太，我这个妹妹说话不经大脑，以前是被她爸妈宠坏了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刚才多有得罪，现在你也算是教训了她，看在我的薄面上，这次就算了，把她赶出去就是。”龙太太还绷着脸说道：“二少奶奶，你这个当姐姐的就是太好心了，才会被她欺负。我可是听说了，她以前是没少欺负你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我也不想和她计较。”宁云初一副大度的样子说道：“就当她是一条狗吧，咱们做人的被狗咬了一口，总不能咬回狗一口吧？”龙太太在心里骂道：“你才是狗，你全家都是狗。”意识到宁云初的全家人包括了她自己，龙太太又改口在心里骂道：“宁云初是狗，宁云初是疯狗，乱咬人。”表面上龙太太却说道：“既然二少奶奶不想和这个疯狗计较太多，那我就看在二少奶奶的份上，这次就不和这个疯狗计较了。”龙太太走到宁思琪跟前，狠狠地拧了宁思琪的脸一把，在对方怒视她的时候，她还拍了拍对方的脸，警告地道：“以后在我面前老实点儿，嘴巴放干净点，我可不是二少奶奶那么好脾气，那样大度。你该庆幸自己遇到的是二少奶奶这么大度的人，换成是我，就凭你过去对我做过的事，我都能让你生不如死。自己好手好脚的
找工作赚钱去，少来找二少奶奶的麻烦了。然后他是一2名保镖架着宁思琪出去，将宁思琪推得跌坐在地上。宁思琪重获自由，赶紧从地上爬站起来，自己撕掉了封住他嘴巴的胶布，指着龙太太和宁云初恶狠狠地骂道：“你们俩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狗屁的二少奶奶！本来战一晨是我看中的男人，是我要嫁给他的，是这个死瞎子心思歹毒，害了我，害了我爸妈，让我失去了机会。他自己不要脸地爬上战一晨的床，人家战二少爷是有责任心，以为人家真的爱他，爱不爱我自己心里清楚。怎么宁二小姐是我肚里的蛔虫，还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？”冷不丁的战一晨阴冷的声音响起，听到他说话的声音，宁思琪扭头看，对上战一晨那张俊冷的脸，他眼睛亮了亮，这个男人好帅呀！从他刚才接话来看，他应该就是战家的二少爷战一晨了，宁家大小姐的丈夫。西贝霍被龙先生安排过来当宁思琪的替身，他各方面都像极了宁思琪，但他并非真的宁思琪。被安排过来时，哪怕在恶补，也是恶补宁思琪的一些生活习惯。对于管城上流社会的人物，他暂时还没有恶补上，所以他是不认识战一晨的。此刻，就算他反应很快，意识到这个突然出现的俊美男人就是战一晨，却也遮掩不住刚看到战一晨时的怔愣，以及对战一晨俊美的惊艳。龙太太担心自己的替身也会爱上战一晨，为自己添多一个情敌，赶紧说道：“战二少爷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这个小姨子刚才辱骂二少奶奶呢，我说叫人把她的嘴巴封住的，二少奶奶心善，让我饶了她一次。这样的恶毒之人，哪里懂得反思呀？这不一放开他马上又辱骂二少奶奶了。”宁思琪回过神来，生怕露出破绽，赶紧说了句：“我就是恨宁云初，就是要骂他怎么着。”说完后，人却是小跑向他的车子，快速的上了车，想开车离去。谁知道有道人影速度很快，3、2下就追到了他的车子旁边。在他还来不及关上车门前，那有力的大手便探入了车内，攫住了他的一边手腕，粗暴地将他从车上拉扯下来。宁思琪定神一看，又是战家的保镖。这战家的保镖身手还真是敏捷啊！保镖将宁思琪扯回到战一晨面前，龙太太狠狠地瞪了宁思琪一眼。就算他不够聪明，智商有限，但是这个替身也不能将他演得那么笨吧？战一晨都来了，他还敢挑衅？他不是找死吗？刚才放开了他，他就应该赶紧跑老的。反正今天的目的是达到预期效果的了。宁云初不会再怀疑龙太太和宁思琪是2个人，偏偏这个西贝霍演戏演上戏了，撕开了胶布都还要辱骂宁云初，还把他经常骂宁云初不要脸，爬战一晨的床，才能嫁给战一晨的话骂了出来。这些都是他极度的发疯胡乱骂的，没有半点依据。他从监狱里出来后，哪怕不愿意承认，事实却告诉他，是战一晨先追求宁云初的。宁云初那会儿还是个瞎子，但他就是入了战一晨的眼，让战一晨爱上了他，就连他2个大姑姑跑去战家二太太面前说宁云初的坏话，说他配不上战一晨，人家当婆婆的都是霸气的护着宁云初，说只要宁云初会花钱就行，可把他极度的发疯。以前母亲跟他说，让他一定要嫁入战家，说战家是好门庭，嫁入战家的女人会很幸福。她是母亲最疼爱的女儿，母亲绝对不会害她。她也想嫁入战家当少奶奶。她原本想锁定战印的，因为战印是战家老大，俊美就不说了，还是战氏集团的当家人。她觉得能嫁给战印，成为战家大少奶奶会很威风，能成为管城上流社会最尊贵的少奶奶。
但是母亲却说战印性子太冷，年纪比他大太多，不适合他。锁定的是战义臣这个脾性稍微温和点的二少爷，却是战家二房的长子，说适合他。宁思琪年纪轻，也没有定性，母亲觉得战义臣适合他，他便转头就瞄上战义臣，开始喜欢爱慕战义臣，总觉得自己一定能嫁给这个男人。久而久之，他对战义臣便生出了独占的心理，认为战义臣只能是他宁思琪的男人。谁知道最后成为战家二少奶奶的，却是他一直讨厌的瞎子姐姐。他极度的发疯，就胡编乱造，各种辱骂宁云初了。战二少爷，你来了，这个女人不要脸，老是辱骂二少奶奶。我刚刚替二少奶奶教训过她的了，她不知悔改，二少奶奶也是心善，对付这种人讲什么姐妹情呀，直接把她教训一顿，轰出去便是。龙太太抢先说话，战义臣也就是瞟了她一眼，又冷冷地盯着宁思琪，冷冷地道：云初看在一母同胞的亲姐妹份上，对你一再的手下留情，你却得寸进尺。云初可以不跟你计较，我却不是大度的。辱骂我的老婆就是在骂我，骂我。对于骂我的人，我向来喜欢抽他的嘴巴，先给他几个耳光尝尝，教会他什么叫做祸从口出。战义臣吩咐着保镖教训嘴贱的宁思琪，保镖也不怜香惜玉，手起手落，便是几个耳光抽在了宁思琪的脸上，他都被打懵了。战家的二少爷居然也会动手打人？哦，不是他动手的，但是他吩咐保镖动手的。不是说他比战大少爷要温和很多吗？脸上火辣辣的痛，这个西贝货的委屈及愤怒冲到了最高点。他不过是替身，代替宁二小姐演戏的，虽说能拿到一大笔报酬，可是他既要被骂，又要被打耳光，这简直就不是人干的事。他不想干了。有那么一瞬间，这个宁思琪想脱口而出，说出自己并非真正的宁思琪。不经意看到龙家保镖那阴冷的瞪视，他一个机灵，想起找他过来的人手段很辣，对方警告过他，如果他敢自曝真相，要他生不如死。他见过他们折磨人的手段，他怕。好吧，忍着。对方承诺过，他在给宁思琪当替身期间，若是受了委屈，会额外给他算钱。他现在一共挨了4个耳光，一个耳光总得给他补上300-500块钱吧，4个耳光便有1-2千元。这样算着，西贝货便压下了自曝真相的念头，只有愤怒，怒瞪着战义臣。是我主动去招惹云初的，我就是喜欢他，我对他一见钟情，就喜欢他那种云淡风轻的样子。他像那空中幽兰，不是他爬我的床，是我费力爬他的床。要骂不要脸的，骂我，冲着我来骂。战义臣冷冷对道。他哪里敢骂战义臣？以为他长得这么好看，她也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，她不会动手打人，结果她会让保镖动手，对她那可真是一点也不怜香惜玉啊。真的，宁二小姐不是说战二少爷本来是她的男人，后来被宁大小姐抢走的吗？怎么战二少爷对宁二小姐一点也不温柔，连正眼都不想瞧的？要不是他辱骂了宁云初，挨了打，可能战义臣连跟他说句话都不愿意吧。宁云初留意着龙太太的反应，见龙太太神色不变，他都忍不住在心里夸了一句，她这个任性的妹妹进步不少呀，换一个身份，性子都变了，稳重了不少，不再像平时那样冲动。他越发好奇，在背后操纵教导着宁思琪的那个高手了。宁思琪的父母都未能将他调教成稳重的大家闺秀，那个人居然可以，太厉害了。义臣，宁云初走过来，拉住了丈夫的手，温声说道，他就是个疯狗，喜欢乱咬人，不用理他，也不要被他气到不值得。我被他骂多了，早已麻木，嘴巴长在他身上，
他爱骂啥就骂啥。我听不惯，让人给他2耳光便是。战义臣俊冷的表情一下子就变得温柔。假的宁思琪看着他表情变化，都忍不住心生嫉妒。面对他时冷冰冰的，一副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的样子。面对宁云初却温柔的可以滴出水来。战家的男人果然疼老婆，我就是听不得任何人那般辱骂你。你大度不跟他计较，我可是小气得很。没有听见就算了，听到了定是要教训他的。他轻点一下老婆的额头，你呀，总是那么善良。龙太太刚才说的对，对付这种人，你不用太善良的，要狠狠地教训他，只要人没有打死，我都给你兜着。他们俩觉得宁云初一点都不善良，而是会装。表面看上去是温温柔柔的，像只兔子，软弱可欺。与他斗了多年的宁思琪才知道，这是宁云初狡猾之处，用来迷惑别人的。瞎子最爱装了，装得可怜，装得无辜，装得善良，博得所有人的同情。我今天心情挺不错的，不想被他影响破坏了心情吗？也是看到你来了，有你在，我就缩在你身后当个缩头乌龟了。天塌下来你都会帮我撑着的，有人欺负我，你也会护着我，替我出气。该死的瞎子，早就看到战义臣来了，也不吭一声，任由他骂人，被战义臣听个正着，害得他挨了4个耳光。现在感觉他的2边脸呀，肿得老高的，不用照镜子也知道他现在像个猪头。她可是年轻漂亮的美女。思琪还要骂我吗？宁云初故意问道。宁思琪狠狠地瞪他，义臣，你看他又瞪我，要不把他瞪睛弄瞎，让他尝尝在黑暗生活的滋味如何？他惶恐地看向战义臣，战义臣都不看他，只是温柔地看着宁云初，却听到战义臣宠溺地应着，你想他变成瞎子，就让他变成瞎子。他不是老骂你瞎子吗？等他变成瞎子了，看他还骂不骂。不骂了，不骂了，大姐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保证以后都不在你面前骂你。假的宁思其实食物，赶紧赔礼道歉，并保证以后都不当着宁云初的面骂人。背后骂宁云初听不见，也就管不着了。大姐，看在咱们是一个妈生的份上，这一次饶了我好吗？姐夫，对不起，我以后都不辱骂我姐了。战义臣脸色一沉，冷声说道，不要叫我姐夫，我没你这样的小姨子。你又跑来这里要钱是吧？自己有手有脚，不会挣钱养活自己，就活该饿死。滚！宁云初和宁思琪没有什么姐妹情，哪怕2人是亲姐妹，云初不将宁思琪当妹妹看待，战义臣也就不当她是小姨子。